最近关注退党的人数呢非常多，也提出了一些问题。最近网上退党的人数比较多，就是通过于朦胧这个事件哈，使有一些人就是觉醒了，使那些还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哈，使他们彻底的就是失望了，使那些还有就是颠覆了一些人的三观吧，所以说这些人呢，我看有的人就主动的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，共产党的暴政，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犯罪集团。那么这些人主动的，我也看到在网上自己选择删退。我看有很多人留言说是退党三退呀，是不是搞政治啊？您对这一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？其实我认为搞政治本身呢，它并没有一个负面的内涵在里面。但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天下呢，如果一个人呢受到了迫害、受到了不公，他去上访的时候，那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他就会说你搞政治。其实呢，这就是一根打人的棍子。在西方，大家知道，在美国也好，那老百姓呢都有投票、有选举权的。那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。但是呢，这个在中国大陆呢是没有的，不管你是平民也好，还是高官也好，你连一个投票参与权都没有，选举权都是没有的。所以说，共产党，我认为他说一些人在搞政治啊，说练法轮功的人搞政治，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政治诉求，他们只是在家呢学法、练练功而已。共产党呢说他们搞政治，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呢，他们为自己发声了嘛。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去上访啊，去揭露共产党的邪恶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共产党呢就会说练法轮功的人是在搞政治。那您在这20多年来，做退党义工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您印象最深的，能举一两个例子吗？在退党过程中，出现的事情。我有经历过，还记得上一阵有一个大概30岁的小伙子，他来到我们的展板前呢，看着展板，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说哈，我说，我就指着展板，因为展板上写着真善忍3个字嘛，我说法轮功的宗旨就是告诉人真善忍，真诚善良忍让哈，这是一个普世的价值。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共产党呢讲的是假恶斗，法轮功讲真善忍。那你说法轮功是这么不好，在你心中这么样的仇恨，你的信息来源是哪里呢？不就是听信了共产党的一面宣传吗？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这个造谣和诬陷嘛。然后我就又跟他讲了一些法轮功的红传世界的盛况啊，我说你看这后面呢就是皇宫，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哈，我们法轮功在皇宫门前可以摆展板去练功哈，那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呀。这要是在中国大陆的话，那没登摆呢都抓起来了。那这个西方社会呢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。你看这些练法轮功的人哪个不正常啊？没有一个去说像你讲的那样说，中共这个体制就是给人洗脑。为什么现在是大家知道是网络时代哈，那大家都可以自由的上网。那在中国大陆呢，共产党为什么要封锁呢？他就是给人洗脑啊。那人为什么长2只耳朵呢？就是让你听听不同的声音嘛。是吧？你对法轮功千万不要这么仇视，你真的去了解了解，是吧？然后讲到共产党对中国文化、对中国的这个破坏，共产党是49年执政的，短短几十年就开始发动了无数的运动，包括文化大革命啊、6·4屠杀大学生啊、95年镇压迫害法轮功。镇压迫害法轮功，那个时候是江泽民执政时期干的。江泽民说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现在迫害法轮功呢是26年了不但没有铲除，反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这就是他低估了信仰的力量。其实我们在这儿摆展板哈。不是说宣扬法轮功有多么好，让每个人都来学练，我们只是想告诉人。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只是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给每个人。
那小伙子，我说希望你也不要去仇视这个信仰哈，你一定要从正面的去了解了解。共产法轮功呢，并不像中共宣扬的那样。最后呢，我那天跟他讲了很多呀。最后呢，这个小伙子他选择了三退，而且呢还说谢谢我。那您在进行三退的这个过程当中，目前民众的大多数的反应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有明白的人呢，他说我知道共产党的邪恶，共产党不好。有的呢就是说我跟他讲三退就是很容易的啊，他非常接受吧，然后也说谢谢，但是也有不理解的，也有骂的啊，也有说我退党了，你给我开工资啊，就是说什么的都有。哎，我记得你那天你还举个例子，一个女的，那个是什么例子了的？有一天呢，那个女的是一个导游啊，她就走过来说啊，你一天挣多少钱？你干点啥不好，非得干这个？我在这儿呢发传单哈，我们不是为了钱啊，这个传单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去印的。你知道吗？在这里哈，我每天碰到不同的人，不同阶层、不同思想的人，有理解的啊，有呢支持的，也有骂的，有个别人呢还威胁说要打我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那你知道吗？在中国大陆哈，法轮功学员有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的哈，但是呢，他们省吃俭用哈，他们用这个钱呢也去印成传单，然后冒着危险去散法。真的，一旦被抓住、被人举报之后，他们真的会被进监狱，甚至被迫害致死。那请问，这样的人哈，就是说给多少钱，有人会去愿意干这个事情呢？我一般讲到这儿的时候，他就不吱声了，不说什么了。我说呢，我每天哈这个来景点，我的车费都是自己在拿，我用我自己的时间，我自己本身是做生意的哈，我利用我空余的时间，把店里安排好工人之后，我用我的时间来到景点呢，发传单，跟人讲讲真相。那您觉得为什么就是刚才您也讲到了，说在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，可能就是进行三退或者怎么样，可能会被抓。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们还要劝人三退？为什么？因为法轮功学员他是有信仰的，那有信仰的人呢，就知道哈，善恶有报。作为一个人做事情是善恶有报，作为一个党也是一样的。共产党呢，咱们都知道，它不是咱中国的，共产党是49年执政的，它是西来的幽灵，马克思列宁创造的。那么作为一个人，像这样一个恶党宣过这个誓言，因为咱入党团队的时候要宣誓嘛，宣这个誓就要兑现。他宣誓的时候让咱们说要把命献给他，那对个人真的就是危险的。共产党做的恶就有咱一份啊。所以说法轮功学员告诉人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就是退出这个邪党的组织，以免呢将来清算共产党的时候，咱们会受到牵连啊。希望每个人呢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平安，有个好的未来。他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也要去把真相讲给人，去希望人们去选择，一定要退出这个邪党。问你现在就是这些人，就是假如说你讲三退，和以前比，是不是容易了？人们接受的程度和是不是比以前会好很多？因为有一些老百姓啊，他会翻墙，他通过翻墙哈，他能看到一些海外的信息。特别是共产党，作恶越来越邪恶。你就像于朦胧这个事件哈，它带动了好多人，就是觉醒了，看透了共产党的这个邪恶，颠覆了人的三观啊。就是共产党做的恶好，使正常的人类都超乎人的想象。就是通过一些事情吧，使人们觉醒。那么呢，我们在讲三退的时候，也就是比以前容易多了。我希望还没有做三退的这些民众啊，你们
早日觉醒啊，看透共产党的邪恶，不要再看中国大陆的新闻了。那些天天看新闻联播的人，只能把人越看越傻。共产党他不希望咱们中国人聪明，他希望你没有头脑，越傻越好，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辨别是非的这个能力，他才容易控制你。那我也希望那些清醒明白的人哈，你们也叫醒身边的人啊，去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希望他们早有一天看到共产党的罪恶，远离共产党，就是我们都要选择3退